小宗主，好吃的呢？卫龙赶紧把好吃的拿出来送过去。魏思瑶扒拉了一下，然后拿出一份肉干开始吃，一边吃一边迷醉的摇头晃脑。啊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小时候哥哥带着出去玩，外面街上买的肉干就这个味儿，好吃。魏思瑶吃的十分满意，都吃完一根了，扭头看看卫龙竟然还没走。不是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得好吃的可不会分给你的哦。卫龙想哭，他不想走吗？但是这两条腿就是不动啊，这说明神，这说明他得把自己的行踪说出来才行。于是他只能低头。小宗主，我离开宗门这2天去了。魏思瑶摆摆手。哦，我不想听，你走吧，我想吃独食了，你在我会不好意思吃独食的。他难道不想走吗？还有，他也一点不想说啊。可是这两条腿就是不动，他有什么办法啊？卫龙只能扑通一声跪下，哭得肝肠寸断。哎呀，小宗主，我求你停一停吧。行吧。哎，都哭着求我了，人家也不是铁石心肠，那你就说吧。卫龙又憋屈又无奈，只能惨兮兮的一边抹眼泪一边道：万安人杀了詹师傅少詹氏。说完，卫龙就知道完蛋了，他肯定要死了。魏思瑶是皇上的亲孙女儿，自己杀了他们家的臣子，魏思瑶肯定会把自己送走的。然小娃娃听完之后竟然没有半点反应，反而继续扒拉着好吃的。卫龙心中一喜，心道看来这丫头只有4岁，还是有好处的。哈哈，她什么都不懂啊！哈哈，正开心呢，小娃娃应了一声。哦，说吧，那3个王爷，你支持谁呀？说吧，那3个王爷，你支持谁呀？卫龙嘴角的笑容逐渐消失。不是，为什么魏思瑶连这种事情都知道？卫龙震惊地盯着面前的小娃娃，就像盯着什么洪水猛兽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小娃娃笑而不语，显得十分高深莫测。这让卫龙直接熬不住了。难道詹师傅少詹氏的死这小娃娃也知道？但他为什么不阻止自己？还是说这孩子还有什么其他目的？你是我的奴隶，当契约成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所有的一切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阻止你？阻止你后面的计划怎么进行下去？这里面牵扯到皇爷爷，牵扯到太子之位，牵扯到整个大周的国运，他是疯了才要阻止。他要做的只是在危险的节点上拯救一下自己人而已。但这些话不能告诉卫龙。魏思瑶思索了一下，摇头晃脑，故作神秘。天意不可违。原来就算是神明也得遵循天意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哎，其实天意不也就是他魏思瑶的意思，所以无所谓了。行了，下去忙你的吧。怎么，你不问我支持谁了吗？不就是齐王吗？也就我那笨蛋爹能被蛊惑了。行了，好吃的留下，人走吧。卫龙，不是，为什么总觉得他好像变成了个烧东西的，除了烧东西毫无用处的那种？子涵，让我看看孩子们吧，我好歹是他们的父王，我想他们了。滚开！魏宏远才不会滚，这里可是京城。苏子涵，你不要这么冷血，就算你不想看我，孩子们也一样流着我的血。苏子涵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直接抽出佩剑抵在魏宏远胸口。滚开！我们不想看到你。魏宏远会放弃吗？不可能的好吗？他好容易才堵到了苏子涵。魏宏远当场生出一恶搞歪主意，他直接往马车前一趟，就开始吆喝：快看啊，杀夫了！这个女人竟然要杀自己的丈夫，就算是前夫，现在连孩子都不能看了吗？我好歹是孩子的父亲啊，我想孩子看一眼他就要杀我，我有什么错？魏宏远豁出去了。什么齐王的身份？齐王的身份也没有皇位重要啊，只要他将来坐上皇位，这段秘闻只要他不让说，谁敢开口？开口就得灭门。魏宏远眸子里闪着恶毒的光，果然周围的人都被引了过来。哎呦，这就是齐王啊，长得有点像皇上呢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老婆孩子为什么一起都不要了，脑子有毛病啊！魏宏远都快崩溃了，他是来找苏子涵复合的，可不是听这些老百姓叨叨自己的。他只能跳起来，随便拉住路边一个人就开始掉眼泪。我一个当爹的想看看孩子有什么过错。他苏子涵现在发达了，成了八荒阁的长老，我想见他还得通报。他只要不想我看孩子，我连八荒阁的山门都摸不到。大伙都说说，哪个当父亲的不想自己的孩子们？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丢下齐王的身份，屈尊将贵往这里一趟，发疯耍无赖，只为见见孩子。我有什么错呀？呜呜呜！马车里，魏思瑶看得嘴角抽搐，只能说自己这个蠢爹终于长了点脑子。
知道一直高高在上的用身份压榨母亲没用了，所以干脆把自己的地位一撸到底，这都不要脸的躺在地上拦马车，甚至还开始卖惨了。渣爹，你不愧是个渣，干出来的事情都很渣呢。魏思瑶默默竖起大拇指，他爹真的是个人才。当初孩子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你都不要这3个孩子了，你怎么还有脸现在说出这种话？当时是当时，现在是现在。当时我正自气头上，说的难免都是气话。别说现在了，你就说我找了你多少回，我看孩子，你给我看了吗？苏子涵，你简直歹毒！反正他们俩的关系也修复不好了，那也没必要好好相处了。总之，他只要拿捏住魏思瑶就行了。魏宏远想开了，说话更不留情。你少在这里惺惺作态了。这3个孩子，你爱过哪一个？你只不过嫌弃他们是累赘罢了。我呸！明明是你不让看，还在孩子面前说本王坏坏，不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果孩子能一直跟着本王，绝对不会说本王半句不好。苏子涵都气笑了，她真的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。魏宏远继续不依不饶，他扭头看向所有人，大家都说说，本王说的有错吗？当初明明是齐王不厚道吧，非得娶一个青楼女子做王妃，还让自己的孩子给这种人让路，哼，未免有些过分了吧？我也听说王爷不喜欢齐王妃的3个孩子，说是因为都是废材才厌恶的。现在又来看，怕不是瞧着孩子们都变优秀了，所以想回来占便宜？站在苏子涵那边的人嘀嘀咕咕的说话，说的魏宏远脸色一阵青一阵红。他连忙道：不管喜不喜欢，那都是本王的孩子，看一看都不行吗？嗨，是啊，父子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这么狠毒的女人是怎么做上八荒阁的长老的？苏子涵气得皱紧眉头，真恨不能抽出长剑直接给魏宏远一个痛快。既然齐王想看孩子，我们3个都在这里了，看完是不是就能走了？宗门还有很多事呢。看是看了，但本王想接回王府住。你们不是说本王是因为厌恶他们3个是废物才不喜的吗？那好，这次本王谁都不带，就带魏思瑶。说着，他笑眯眯冲魏思瑶张开怀抱。思思，走，父王带你回家住几天。你休想！杨3个一起护在魏思瑶身前，魏思瑶却微笑开口：母亲，既然爹爹想我了，那我回去住几天就是。思思，苏子涵还有兄弟俩都一脸震惊地盯着魏思瑶，心道这孩子是不是傻了？这就相信了魏宏远的话。思思，哥陪你一起去。我也一起。2个男孩争相一起去，这让魏宏远瞬间头大。他的目的是魏思瑶，因为他年纪小，好忽悠，可不能带上这2个东西。你们去做什么？怎么，妹妹去得，我们去不得？齐王还说什么想孩子了？到底是真想还是假想？只一句话就把魏宏远的面具戳破。他打着想孩子的口号，却只带1个走，另外2个大的不带是什么意思？魏宏远慌乱地想着到底要怎么开口解释，然而魏思瑶已经替他开口了。父王说不定只是一次只能养1个，因为父王穷了呢。啊，这么好笑的笑话，真的一辈子都没听过了。堂堂王爷竟然穷了！大家刚想哄堂大笑，只见魏宏远激动地抱起魏思瑶。对，思思说的对，父王穷了，只能一次带1个，你们俩下次喊，下次。说完扭头就跑。苏子涵急得在后面喊：思思，思思！母亲，3天后来接我。也不知道你们妹妹到底怎么想的，还是说当初和离的时候，思思还太小，根本不知道她自己的父亲有多恶心。魏子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倒是魏荣轩低声道：母亲，思思不是那种蠢笨的孩子，想必她有什么目的。我们不如就先在京城住下，反正八荒阁内有徐渊舅舅在。苏子涵一听也跟着点头，于是几个人便住回了公主府。魏思瑶进了齐王府，就左看看右看看，父王的家也太小了。可不是小吗？真没有你的八荒阁大。父王府里的下人也不好看，丑，不比你们八荒阁招收弟子还要先挑一下长相。魏思瑶抱着茶杯撇嘴：父王府里的水都不好喝。魏宏远快疯了，和离的时候这小丫头片子还不会说话，除了觉得她废物一点之外没觉得怎样，现在4岁多了，会说话了，一张嘴就让人恨不得捏死她。魏宏远气得直瞪眼，耐心他有，但不多。他笑眯眯地看向魏思瑶，用自以为最和蔼的口气道：思思啊，你喜不喜欢父王啊？魏思瑶十分认真地思考了一下，如果父王给我几块紫云金的话，说不定……齐王这个气啊，但
如果能用钱收买这个小丫头，那岂不是更省力气？魏宏远扬唇一笑，命人拿来2块紫云晶。思思啊，这是父王赏给你的紫云晶，可是天下难得的好东西，晶石里最昂贵的品种。思思，你现在是不是喜欢父王了呀？魏宏远觉得自己这个父亲当的可真好，这么昂贵的东西都舍得给一个废物。然魏思瑶看了一眼，便慢悠悠将2块紫云晶收进储物袋，而后抬头露出一双茫然的大眼睛。啊，父王，你不会只有2块紫云晶吗？这么穷的吗？再给我几块吗？2块太少了。魏宏远这个气哦，2块还少啊？他的齐王府总共也就几10块紫云晶，想到能让思思支持自己，就代表苏子涵支持自己，就代表八荒阁支持自己。他一咬牙，扭头吩咐：把本王库房里所有的紫云晶都拿来。咦，父王还有库房吗？小娃娃嘻嘻一笑，忽而眨眨眼睛道：父王带思思去参观一下父王的库房好不好？小孩子哪里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小孩子的心灵都是纯净美好的。魏思瑶拼命眨眼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单纯又无知，脸上的笑容更是纯粹又美好，看得人心灵震动。好不好啊，父王？小娃娃笑嘻嘻，魏宏远顿时被这个天真无邪的笑容晃倒了。哎呀，思思这个孩子好可爱，好单纯，好好哦。魏宏远竟然想都没想就点头了。行，父王带你去参观库房，参观完了，思思是不是就更喜欢父王了呀？只要带我去参观父王的库房，思思绝对就更喜欢父王了。嘿嘿嘿，没人听到魏思瑶内心的笑声。哇，是不是很多宝贝，很厉害？哈哈，也就还行吧。魏思瑶顿时有些兴致缺缺。怎么说呢？齐王这里的东西，他竟然没几个瞧得上的，非要说的话，全都是些基础物资吧，极品的玩意儿基本挑不出来几个。你看上什么拿什么，你是父王的女儿，父王的也就是你的。魏宏远已经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幻想之中了，甚至都没在意魏思瑶那一句还行吧。小娃娃仰头看了看魏宏远，只觉得自己能摊上这么个爹也是奇了。不过还好，身为女儿，自己和哥哥们都没遗传到齐王的智商，那就真的坏了。不过既然魏宏远都说了可以让自己随便拿，那如果自己只站在这里不动，是不是还有点扫兴？想着他便乖巧的点了点头，对魏宏远甜甜一笑。好的，父王。既然父王都开口让他随便拿了，那他就拿好了。虽然自己瞧不上，但是宗门还有一群新人要养呢。总之通通都带走。然后魏宏远学会了一个新词儿，扫荡。魏思瑶真的不负众望，有什么拿什么，甚至连很多法器的支架都没放过。他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，要不是这库房的墙拿不走，估计魏思瑶能把墙都给拆下来带走。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魏宏远的库房干净到连一片纸屑都没有，这哪里是来参观库房，打扫都没你清扫的干净啊。看到最后，魏宏远都傻了，目瞪口呆地盯着魏思瑶，就像看着什么恐怖的怪物。他伸出手指，哆哆嗦嗦地指着空空荡荡的库房，下意识开口：就一个都没留，就一个都没留。行吧，库房太干净，都给整出回声来了。魏宏远惊讶地看着回声，心道：原来老子的库房这么大，这么空旷的吗？父王不是说随便思思拿吗？难道父王反悔了？魏思瑶比4岁的孩子还像个孩子，这天真，这个烂漫，这个不假思索。魏宏远打碎了牙齿和血烟，真的是无语了。不是，那你也不能一件都不给父王留吧？魏思瑶低下头，委委屈屈地捏着自己的衣角，眼睛红彤彤地哼唧着。看来父王也不怎么喜欢思思嘛，拿点东西就这样。他可真的是冤枉，这可不是一点东西，这是王府的全部财产了啊乖。魏宏远嘴角抽搐，正想大发雷霆，魏思瑶又道：本来已经有一点点喜欢父王了，现在不喜欢了。那可不行，不喜欢可不行啊。魏宏远连连开口：哈哈，拿，随便拿，父王的就是你的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，都没有思思喜欢重要。心都在滴血了，但是只要拿下魏思瑶，就能拿下皇位，值得了。库房这点东西，比起大周的江山，算个屁，这么点小小的付出就能拿下皇位，那才叫值。思思还想要什么？父王当初说王府的财产分给母亲你3/4，父王留1/4。其实我想了想，王府的宅院还没有分给我母亲呢。父王，你说是吗？哈哈大笑的魏宏远，笑声戛然而止了呢。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魏思瑶：不是，父皇不是还给了你们一间宅子吗？这还不行吗？还要打他房子的主意吗？魏思瑶十分认真地解释：皇爷爷给的，是皇爷爷给的，跟父王有什么关系？皇爷爷给的宅子，又不是父王你给东西。父王，你说思思说的对不对啊？魏宏远还能说什么？他只能微笑着夸赞一句：思思说的好对哦。个屁哦！魏宏远的脑袋飞速旋转起来，他发誓，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努力的用过脑子。不过呢？魏宏远猛地想到一点，直接点头：
不过王府的规格都是定好的，就算是父王也没有办法减少王府的大小。这件事就算皇上也没办法呢。那好吧。呼，魏宏远松了一口气，心道：还好，还好，终于糊弄过去了。谁想下一秒，魏思瑶便道：那父王就随随便便给我2、3间铺子好了，就当是3/4的王府了。父王，思思对父王是不是极好的？只要了父王2、3间铺子呢。啊，这闺女她不想要了，谁爱要谁带走行不行？魏宏远快哭了，但思思都这么为自己着想了，想必已经有点喜欢上自己这个父亲了吧。他只能点点头，而后让管家拿来了3间铺子的房契，直接给了魏思瑶。魏思瑶满意一笑，把房契收好，扭头就往屋子里走。父皇，晚上吃什么啊？我饿了，我想吃海里的白鲜鱼，山里的碧神菇，如果有玄天参熬的7彩赤乌鸡汤，那就更好了。魏宏远的笑容快维持不下去了，就这些食材，连他都吃不上啊，这都是灵物啊。再说碧神菇，知道为什么叫碧神菇吗？那玩意儿避着修士和人类走，能找到已经是不容易了，还有什么玄天参熬的7彩赤乌鸡汤？你父王，我到现在还没见过7彩赤乌鸡长什么样子呢。魏宏远心里这个嫉妒啊，忍不住道：思思啊，这些玩意儿你都吃过吗？吃过啊，皇帝爷爷给我尝过的，很好吃的。皇帝爷爷说，他这辈子也就只吃过这一回。不过皇帝爷爷还想着思思呢，连夜把我叫进宫门吃的。皇帝爷爷是爷爷都对我这么好，父王你是我的生父，一定会对我更好吧？说完，他仰头，睁着一双无辜大眼睛，眨巴眨巴盯着魏宏远，盯得齐王脑袋上这个汗啊，止不住的往下流啊。魏宏远一咬牙，行，父王看看有什么好东西，这鸡弄给你吃。哦，那我们一起吃吗？和王妃娘娘一起。魏思瑶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，现在齐王府里的除了魏宏远都是自己人。小郡主，我听说新月公主回府住了，不然今晚我把您送回去睡。魏思瑶一摆手，不必，我那个渣渣爹有求于我，不会对我怎样。彩梨点头，瞧啊，他就知道小郡主什么都清楚明白着呢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魏思瑶掏出2个铺子的房契，这是齐王给我的，现在给你，将来也算是你安身立命之本。他可真是个大聪明，3个铺子给出去俩，还给自己留了一个。看着手里的房契，彩梨感动的不行。魏思瑶拿来的房契简直就是救命的东西，有了这些迹象，自己也算是有了大后方，不用只看齐王脸色过日子。谢谢小郡主，您只有4岁，但却已经十分心细，又懂得体谅人了。小郡主的好，彩梨一定记一辈子。彩梨说着就要给魏思瑶磕头，魏思瑶想阻止来着，但可惜自己胳膊短腿也短，手明明伸出去了却碰不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彩梨给自己磕了3个响头。啊那什么，你想没想过离开齐王？离开齐王？什么意思？彩梨惊讶地看向魏思瑶，然却一不小心听到了魏思瑶的心声。渣渣爹马上就要跌下神坛了，彩梨要是能离开，那就太好了，至少不用遭罪。跌下神坛是什么意思？彩梨脸色微白，难道齐王要出事？我想，但不行啊！现在齐王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的孩子走的。当初柳如云的事情，魏宏远都只是赶走了柳如云，死活要把魏婉慧和魏锦城留在府中。如果自己离开的话，孩子无论如何是带不走的。的确，苦了我们彩虹了。我不怕，我能忍，顶多受些皮肉之苦，怎么都比满春堂好多了。现在彩虹也已经1岁了，最难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。那行，明天你就去跟我那渣爹说，你要在八荒阁住几日，想办法先离开王府。我知道了。第2天一早，魏宏远又准备了一大堆好吃的，甚至淑妃知道魏思瑶回来住了，还特地从宫里送了很多珍馐美味过来。彩梨也跟着沾光，第一次吃到了稀罕的珍稀妖兽肉。等吃的差不多了，彩梨才开口道：王爷，新月公主邀请我去八荒阁住几天，我想带着彩虹一起去。魏宏远根本没有怀疑，毕竟是他让彩梨跟苏子涵多亲近的，现在一听连孩子也带走，那就更好了。去吧，多住几天。是，王爷。彩梨低头应下，眸子里是止不住的开心和期待。看，思思，这座假山记得吗？你小时候最喜欢来这里玩，都是父王陪你的。个屁哦，真当我小时候的事儿都不记得了吗？
老娘我可是穿越来的，刚睁开眼都有记忆了。陪我来假山这里玩的明明是我二哥，有你屁事！魏思瑶斜着眼睛不出声，心里活动却异常多。魏宏远听不到女儿的心声，但是他见魏思瑶不出声，便以为自己成功把小丫头片子忽悠到了。思思，这间书房，你可喜欢私书了？父王好多藏书都被你撕了，不过无所谓，只要本王的思思开心，撕几本破书算什么？又吹上了，老娘撕的那是你的书吗？这明明是大哥的书房，老娘撕的是大哥的书。这个渣渣，这是开始打感情牌了。不过人家的感情牌是真感情，你在这胡编乱造的，这是来拉仇恨的吧？这院子就是你生下来之后特意为你修建的，为的就是你将来修炼的时候能更方便些。旁边还有演武场，后面还连着一个院子。魏思瑶终于再也忍不住吐槽出声：这院子不是三哥住的吗？哦，后面连着的院子还是柳如云的。正侃侃而谈，滔滔不绝的魏宏远突然就尴尬了。咋的？这孩子竟然还记得？再转念一想，魏思瑶离开齐王府的时候也1岁多了，说不定已经记事儿了。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个谎话现在该怎么圆回来？这不过是个庶出，又是个小妾，早晚这地方还是你的。瞧啊，自己可真是聪明伶俐呢。思思啊，父王最疼爱的就是思思了。你呢？你觉得父王如何？魏思瑶眨巴着大眼睛，父王自然是好的。嘿嘿，瞧啊，已经收买好了，就说小孩子就是好忽悠。于是他继续道：那现在父王碰到了一个大难题，思思要不要帮父王？好啊，父王要思思帮什么呢？魏宏远内心这个欣喜啊，简直开心的不得了。他看着魏思瑶，就像看着自己的皇位，看着自己未来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他终于可以做皇帝了。父王想要你的八荒阁支持父王，想让你母亲跟父王重新成亲。魏思瑶歪了歪脑袋，可父王已经有新的王妃了啊！哼，什么新王妃？不过是个青楼出身的下贱货色罢了，与本王的未来，与皇位之争都毫无益处。说到底，还是不如你母亲管用。她背后是汝南苏氏，现在手里还有八荒阁，甚至你的2个哥哥也如此优秀，能成为本王的助力。小娃娃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。哦，那父王是想做皇上了吗？思思，本王若是做了皇上，那你就是公主，你想要什么，父王都能给你。你母亲就是皇后，你的哥哥们就是皇子，可能还会是太子，不好吗？哦，那现在的齐王妃怎么办呢？休了她，多简单的事儿。我们支持了父王，如果还是没能拿到皇位，又该如何呢？父王难道想造反吗？一句造反，让气氛倏地安静下来。即便是魏宏远也感觉到脊背发凉，他总觉得周围似乎有一股子若有若无的凉气，丝丝缕缕地缠在自己身上。他惊恐地左右看看，这话现在可不能说，但如果能得到八荒阁的支持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毕竟八荒阁有这个实力。逆子！熟悉的声音让魏宏远猛地一惊，下意识起身。他惊恐地四处望去，这才发现府里一个人都没有，甚至连管家都看不到影子了。奇怪，人哪里去了？还有，刚才的声音好熟悉啊，为什么听着像是父皇的声音啊？紧接着，他看到皇帝的亲卫军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冲进了自己的家门。你们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放肆！领头的人一挥手，皇上有命，齐王殿下意图谋反，拿下！谋反？老子哪里意图谋反了？到底是什么人造谣？到底是什么人？魏宏远疯狂挣扎，但还是被来人按住。这些人都是武将出身，别说京城里不能使用修为，就算可以使用修为，他一个人也打不过这么多人。魏宏远觉得诧异，他根本搞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只能回头看向魏思瑶。老子哪里意图谋反了？到底是什么人造谣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魏思瑶歪着脑袋，一脸疑惑。父皇在说什么？是要拉着思思一起谋反吗？魏宏远彻底崩溃。闭嘴！本王没有说过谋反，没有！他尖叫着被押出王府，却看见外面一个硕大的幕布横亘天空。刚才在里面发生的一切已经被所有人看到了，包括京城的百姓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被所有人看到？到底什么人阴了自己？他惊恐看向四周，看到燕王躲在人群里，也在看自己。他崩溃尖叫：六哥是你吧？你太过分了！为了皇位竟然出卖弟弟！你说你是不是也一样觊觎？魏宏远被堵上嘴压走了。燕王看到这里却眉梢一挑：老十二啊，你死的不冤，至少你给哥哥提了个醒，好让他能提前有所准备。而此时晋王也站在院子里目睹了上面的一切，随后他便关门谢客，一个人都不见，主打做一只低调的缩头乌龟。真是个废物！柳如云快气疯了，他早就算计好了一切，打算先掌控最好掌控的齐王魏宏远，
但谁想这个蠢货竟然这么早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，而且什么动作都没使上劲儿，魏宏远竟然自己把自己折腾进大牢里面去了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柳如云想到自己的儿子，只能说还好魏锦成在玄天宗，不在府中，不然岂不是要一锅端了？不过自己的女儿呢？魏婉慧呢？来人，去牢房看看，里面是不是有个叫魏婉慧的丫头？吩咐完，他便找到了魏龙。提起魏龙，柳如云还挺生气，明明是来搞破坏的，扭头魏龙竟然成了魏思瑶的奴隶。不是，你好歹也是大齐的大国师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柳如云憋着气，本来没想问，但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。大国师，现在都到了这种非常时刻，你难道还要陪着那个小丫头演戏吗？面对柳如云的质问，大国师只想迎风流泪。是他想陪着魏思瑶演戏吗？不是天道，非得逼着自己给魏思瑶当奴隶。而且他现在做的一切，魏思瑶都知道。这丫头虽然嘴上说着啥都不会做，但是扭头就把自己亲爹送进了大牢。啊，这小娃娃的心思竟然比天道还要难以捉摸。这孩子真的只有4岁吗？魏龙抽了抽嘴角，真的有嘴说不出。但现在这种时候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做，而且他还是带着秘密任务来的，又不是真的来大周做客的。既然齐王废了，那我们就转而支持别的王爷。不行，我的女儿还在大牢里，而且魏锦成只有跟着魏宏远，才能最顺利的继承皇位，将来问鼎皇权。那你想怎么办？魏龙盯着柳如云，这女人是上面塞给自己的，说是了解大周的局势，可以帮上忙。而且现在自己成了魏思瑶的人，很多事情不能做，那就干脆让柳如云来吧。简单，起兵造反。魏龙盯着他，就像盯着一个神经病。你知道八荒阁距离京城有多近吗？他觉得柳如云有病。造反？现在的时局是能造反成功的时候吗？人家造反，天时地利人和总要占一个，他们有什么？天时？人家魏楚业现在呼声很高，大周百姓更是奉他为明君。太子虽然失踪，但是太子也十分有人气。再说没有太子，还有燕王和晋王，有齐王什么事儿？再说地利，齐王现在下了大牢，这不是地利，这是迫不得已啊。人和更没有，除了淑妃和南雨后支持齐王，再没人了。苏子涵更是跟魏宏远有很大的隔阂，这要打起来，苏子涵肯定是帮着皇帝的。这都不是问题。柳如云冷笑着拿出一个小荷包，大人给我的，只要有这个，大罗神仙来了都没用。这一局我们稳赢。魏龙彻底沉默，他没想到上面的人竟然能给柳如云一个这么大的杀气，这好强大的力量啊！魏龙彻底闭上嘴，见他不再说话，柳如云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大国师，你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。魏龙啊，他要不要告诉柳如云，他已经临阵叛变，直接成了魏思瑶的人了？算了，还是不要说了吧，反正他已经觉得魏宏远没啥屁用了，这颗棋子丢了就丢了，说不定还能借着这次机会给燕王或者是晋王投个投名状，那岂不是就可以借机成为新帝的近臣，继而成功拿下大周？魏龙越想越开心，嘴角的笑容怎么都压不住，他已经忘记他的一切都被魏思瑶注视着。真没想到，朕的儿子竟然还想着谋反。怎么，太子只是失踪了，并不是找不到，这就这么着急上位了吗？还有你们这些人，天天逼着朕立太子，老12原本就是个玩世不恭的玩性子，怎么现在突然会想做皇帝了？定是你们给了他希望，都是你们这些臣子的错。皇帝勃然大怒，这段时间一直被朝臣们压着脑袋逼着立太子，魏楚业也受了一肚子的气，现在好了，终于借着这个由头全都骂出来了，心情那叫一个爽。然而魏宏远被抓，还是会有人保他的。南雨侯更是站出来道：皇上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为什么今儿是齐王出事儿，而且还让所有人都知道？这一定是阴谋，一定是有人针对齐王的阴谋，齐王一定是无辜的呀。当舅舅的自然是站在齐王这一边，不过这又给了魏楚业骂人的理由。他若是无辜的，那就是燕王和晋王为了争夺皇位，连自己的兄弟都能下死手，这就是你们这些做臣子想看到的吗？总之不管未来怎样，现在先骂个狗血淋头再说。合着不管是齐王有罪没罪，他们都得挨骂。众大臣没一个敢出声的，以前在早朝上恨不能吵个昏天暗地的，甚至各自为了自己支持的王爷站队，不在早朝上喷一车口水，那都对不起自己的忠心。现在好了，一个个安安静静的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南雨侯此时也挺郁闷，
他现在十分确定皇帝很生气，生气到谁出头就骂谁。行吧，那现在就不要说话好了。大家都不出声，外面刘内监走进来，低声道：皇上，淑妃在外面跪着，说是来请罪的。魏楚业冷笑一声，让他跪着。此时淑妃跪在御书房外面，心里咒骂着魏思瑶，都是这个畜生，都是这个畜生，当初若是没生下这个畜生就好了。不过好在魏锦成不在王府，至少还能给他儿子留下一抹骨血。呸呸呸，这都说的什么话？思思，你快救救你父王！你父王都是被冤枉的，当时只有你在场，你快说，你快告诉皇上啊！淑妃虽然心里恨，但是魏楚业却是最喜欢魏思瑶的，淑妃没有办法，她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魏思瑶身上。然4岁的孩子面色沉静，尤其漆黑的眸子深不见底。淑妃对上这双眼，忽而深深地瑟缩了一下。奇怪，一个4岁的孩子，为什么眼神能深邃到恍若是已经修炼了几百年，看见世间沧桑的修士？淑妃心里咯噔一声，忽而听到耳边响起异样的声音：冤枉？那可真不是冤枉吧？你们不是早就密谋好了吗？你、齐王还有张公公。冷冷的声音响起，却直接戳破了淑妃心中最大的秘密。她一惊，下意识惊慌失色地看向四周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除了她，皇上和魏思瑶，再没有别人。然而什么人都没有，却能准确地将一切说出来，这让淑妃更加毛骨悚然。以前也听到过这种声音，但她一直没多想。现在想来，是不是一直有什么玩意儿跟在自己身边，注意着自己的一切？该死，原来早就有人注意自己了。是晋王的人，还是燕王的人？淑妃的内心活动十分精彩，可脸上的惊恐却怎么都止不住。魏楚业盯着淑妃脸上的表情，心情一点一点地沉寂下去了。最初自己心里还有着那几十年的夫妻感情，那现在自己的心里真的干干净净的，一点留恋都没有了。哪里有什么真心啊？现在有的只有对皇位的偏执罢了。皇上！淑妃哆哆嗦嗦的出声，惊恐抬头。来人，送淑妃娘娘回宫。冷冷的声音却让淑妃扑通一声跌坐在了地上，久久不曾出声。完了，都完了。现在看来，儿子恐怕是翻身无望了。魏思瑶摇头叹息，扭头对上远处张公公冰冷的目光。张公公一惊，下意识避开了小娃娃的视线，心底里却涌出满满的震惊和恐惧。怎么回事？刚魏思瑶是真的注意到自己了，还是不经意抬头不小心撞到的？他无比震惊，心脏更是抑制不住扑通扑通狂跳的厉害。如果他能注意到自己，那齐王的事情是不是就不算意外？一想到这一切可能都是魏思瑶主导的，赵公公便忍不住浑身发毛。一个4岁的孩子就能有如此心机，长大了还得了？不可能的，连皇帝都没有注意到自己，别人怎么可能注意到？而且还是个没有修为的小丫头片子，只有4岁而已。对，不可能，肯定是自己想多了。想着，张公公扭头离去。他很快来到了淑妃的寝宫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害本宫的儿子？混账！混账！娘娘息怒啊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张公公一进门，便将店里的工人赶走，赶紧劝慰。玉芝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本宫宁愿坐牢的是本宫啊！淑妃这个时候连张公公都不叫了，喊着张公公的名字，玉芝。娘娘，为今之计是赶紧见齐王一面，有些说辞还得当面交给殿下呀。见齐王？齐王是以谋逆的罪名被抓住的，想见一面难如登天，就算是淑妃也不可能网开一面，因为一切都得皇上发话。淑妃知道其中困难重重，但为了救儿子，不得不冥思苦想。玉芝，你化妆成送饭的进去，我找我哥哥，想办法给你通融一些时间。是，娘娘。张玉芝扭头匆匆离开。此刻夜已经深了，然而淑妃寝宫的灯却亮了一宿，各方势力都安静不动，其实都在蛰伏，所有人都在盯着大牢，盯着齐王。淑妃也知道现在情况危险，但自己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耽搁不起了，必须要尽快行动才行。此时，张玉芝终于混进了大牢。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，赶紧冲到齐王身边，低声召唤：“殿下，殿下！”魏宏远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倏地睁开眼睛，在看到是张玉芝的时候，立刻激动地落下泪来。赵公公，救我！我是被陷害的，被陷害的。老奴知道，老奴就是过来救王爷的。王爷，您安静听老奴说。张公公一一道来，说到最后，齐王一惊，几乎想也不想，直接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殿下，不行也得行啊！到现在皇上还没有提审王爷，怎么看都是凶多吉少了呀！
王爷，娘娘可还等着王爷您回去呢。想到淑妃，魏宏远忍不住老泪纵横。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起初他对皇位是毫不感兴趣的，都是母妃给他灌输了太多，不然也不至于这样。而且到底是谁？他在家里说的话都能投射到天上，被所有人看到，真是想辩解一下都苍白无力了。张公公眼看时间差不多到了，起身往外走去，嘴里叮嘱：殿下，记好老奴的话。赵公公，我想出去啊。会的，很快的。张公公匆匆离去，直到回宫。娘娘，歇息吧，余下的老奴看着，老奴会叫娘娘起的。张公公推了自己外面的事情，单独陪着淑妃。淑妃一脸感动，便退下了左右，只留张玉芝一个人。这一夜，各种动向都在夜色的掩护下积极行动。守卫皇宫的御林军突然被调走了，换来了一批新人，这些人谁都不认识。紧接着是宫门那边，一支队伍将皇宫所有的进出口都严密把守起来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内阁几位大人还没出宫，户部尚书从外面走进来，脸色略显难看地看向颜回。严大人，外面的动静好像不太对呀。皇宫里能有什么事儿？总感觉外面站着的护卫都是些生面孔。颜回这才抬头往外看了一眼，而后道：走，去见皇上。好。户部尚书招呼了另外几个大人，众人一起往外走，然而还未出门便被门口的护卫拦下了。皇上有旨，今晚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，都回去待着。几位大人脸上皆是诧异神色，好好的怎么会有这种旨意？严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严大人，莫不是要出事了？颜回皱起眉头，厉声呵斥：你说的皇上有旨，旨意在哪里？拿出来给老夫看看。护卫瞥了一眼这位首辅大人，知道他当政10几年，颇有威望，但他还是冷冷道：皇上传的是口头旨意。那就是没有圣旨了。老夫是内阁首辅，皇帝的话如果老夫认为不对，都可以不必遵守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滚开！严大人威吓在这里，即便头发花白了，依然镇住了护卫。然而当他一脚踏出去的时候，皇宫内却已经传来厮杀之声了。皇宫乱了。齐王是无辜的，我等只想让皇上收回成命。南雨侯亲自带兵封住了皇宫的各个出入口，京城内一片灼目火光。魏宏远也被人从牢房解救出来。张公公说了，只要能拿到玉玺，天下就是自己的。而京城的禁制突然失灵了，这让淑妃和魏宏远等人心中大惊。他们敢在京城起事，说白了就是因为京城的禁制。有了这层禁制，再厉害的人也只能当个普通人一般行动。但是没有了禁制的话，他们必输无疑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撤掉了京城的禁制？魏宏远勃然大怒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这边有能力的修士太少了。南雨侯身份显贵，手中也有兵权，但是就是修士不多。若是有禁制在，只靠着物力，说不定还能拼上一拼。现在禁制破了，要靠修为的话，仅仅是一个八荒阁就能灭了他们所有人。儿啊，当初不是让你好好跟苏子涵搞好关系吗？若是你们能复合，现在八荒阁就是我们的助力啊。母妃，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现在只能……魏宏远咬牙看向不远处魏楚业的寝宫，找到父皇。现在能做的就是第一时间找到魏楚业，只要找到魏楚业，拿到玉玺，管他禁制是不是破了，自己都是实打实的唯一的帝王。而此时外面又传来了厮杀声，寝宫近在咫尺，明明马上就能胜利，现在这又出了什么事？是燕王带兵杀过来了，他说要保护皇帝，先冲进去，燕王再快也快不过您呐。魏宏远一惊，自然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，毫不犹豫冲向魏楚业的寝宫，他的手都搭在门板上了，一支利剑破空而来，深深定在门板上，也瞬间打断了魏宏远的所有动作。老十二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父皇抓你是因为你意图谋逆，你不但不知罪，反而还要在皇宫内造反。燕王看到燕王的那一瞬，魏宏远牙眦欲裂。原来是你！我在府里说的话怎么会被轻而易举地透射出去？都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燕王，你害我，害得我坐牢。他恼怒咆哮，真的至始至终都没想过可能是魏思瑶做的，实在是因为从来就没瞧得上这个女儿过，不相信她能这么聪明，更不相信她有这个能力。老十二，
哥哥是向着你的，还在父皇面前给你求情来着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本王？你若真是好的，现在为什么要在这里？不过是想借着我的手捡便宜罢了。魏宏远暴怒，现在他的脑子倒是聪明了。本王在这里，还不是因为你越狱了？你这个意图谋反的逆贼，如果真的悔改了，就该一辈子待在牢里听父皇发落。你现在跑出来，不就正好证明了你的狼子野心吗？燕王步步逼近，魏宏远连声怒吼：没有，我是没办法。父皇不相信我，我只能亲自跟他说。父皇不见我，那我就来见父皇。说着，他推门就要进屋，杨卫秦已经扑过来，一招青云剑法，直接把人震飞出去。京城的禁制没了，现在可以用修为了，真是好啊！燕王一边想，一边抬眸打量着父亲的寝宫。今晚上他都打听好了，父王歇息在这里，身边没有带任何人，就带了一个魏思瑶，一个4岁的娃娃，还没有修为，简直不值一提。说实在的，魏思瑶根本不值得燕王忌惮。在他看来，以前的种种都是些小把戏，这些小把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皇爷爷，不能动啊，一动就会被发现了。京城的禁制都解了，现在可是群魔乱舞的时代了，懂吗？魏楚夜，不是思思啊，爷爷真的脚麻了，快撑不下去了。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！你金丹期的修为在这里都算不上什么，京城里现在藏着的都是大佬呢。一听都是大佬，魏楚夜的心猛地一沉。而4是为了印证魏思瑶的话，城门口的方向，倏地炸开一道强悍的力量，没了禁制的束缚，就像是解开了什么限制。那些平日里瞧着人畜无害的家伙们，一个个好像都变成了大佬。燕王觉得自己要加快速度了，他能感觉到身后传来的越来越强大的力量，他二话不说，一把按住了魏宏远。你竟然真的谋逆，想要刺杀皇上，现在就算是哥哥，也不能拿你当兄弟了。说完，竟然真的一剑刺下去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魏宏远吐出一口血来，直勾勾地盯着燕王。六哥，你说过你不在乎王位的，骗子！魏宏远现在一脸的悔恨，直到这一刻，就算是猪脑子，他也已经明白了。你觉得你能坐上皇位吗？还有八哥呢！燕王真的以为就靠着救驾有功这一条就能当上皇帝吗？简直痴心妄想。最后关头，魏宏远还觉得燕王不可能得偿所愿，然燕王却笑得十分得意，他甚至一脸意味深长地盯着魏宏远，冷冷开口：老八，他怕是等不到了。神，什么意思？魏宏远想不明白，毕竟他真的不聪明，他只能软绵绵地栽倒在地，然后看着燕王大步走进了皇帝的寝宫。我的儿子！燕王没有去管淑妃的嚎哭，只是狞笑着踏进寝宫，然后准确无误拿着刀立在魏楚夜的床前。龙床被床帐层层叠叠的围住，看不见也听不到里面的动静。然而燕王已经狞笑着举起了手里满是血的长剑。父皇，孩儿救驾来迟，皇上已经遭遇不测。说着，长剑猛地刺进床帐，一下、2下、3下。燕王扬声道：皇上驾崩，传诏，燕王继位。老八，现在已经没有老八什么事儿了，一切都已经了解了，只要皇帝死了，这一诏还不是他想怎样改就怎样改的。燕王放声大笑，而此时那道硕大的气息已经猛然间来到了身后。燕王一惊，他下意识避让，而后眼睁睁地看着整座寝宫都碎掉了，他赶紧往外冲，终于在最后一刻逃出一劫。魏楚夜大惊失色，又是魔族妖人，他想做什么？魏楚夜忍不住喃喃。魏思瑶淡淡开口：皇爷爷，坏人的目的自古都是搞破坏而已。搞破坏？他一愣，然后看到那个黑色的影子竟然开始无差别的绞杀一切。看着已经席卷皇宫的魔气，远在客栈的柳如云满脸兴奋，他想也不想，徒手打开了手里的荷包，而后一个小小的影子徐徐飞到半空，紧接着骤然冲向皇宫。这小小的影子一出现，整个杀戮一般的都市都倏地沉寂下来，即便是肆虐的魔气都安静下来。只见那影子外面的光芒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魏锦成。他怎么在这里？他跟魔族是一伙的？魏楚夜大惊。哦，差不多吧，反正他爹是魔族那边的。魏楚夜，这不仅仅是绿帽子吧，这就是个祸害啊！魏楚夜气得浑身发抖，
以前只知道魏锦成不是魏宏远的儿子，他一直隐而不发，也是照顾儿子的面子。又来这手，上次青云大比假装我大哥，现在又假装过来救驾，太没新意了吧？魏楚业一愣，顿时也兴致缺缺。就这样，果然很没新意啊，又来这手。不过这人可不是魏锦成，魏锦成在玄天宗可不是想出来就出来的。再说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柳如云肯定不会牺牲自己儿子的安危。听到了柳如云这个名字，魏楚业微微蹙眉。黄爷爷，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让我家小老鼠保护你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耗子，塞进了魏楚业手里。魏楚业对上小老鼠那对绿豆眼都茫然了。老鼠，思思，你是认真的？那你去做什么？外面太危险了。哦，我去抓个人，顺便我好像也发现了点熟悉的老物件。说完，魏思瑶叔弟就从魏楚业面前消失了。魏楚业一惊，四下寻找，果然根本找不到魏思瑶。乖乖，这丫头肯定是有修为的吧？魏思瑶手里拿着那把小桃木剑，里面的兽首在被魏思瑶调戏过之后就没露过头。不过这一次，他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，尽管没有完全现形，但是一双眼睛却在桃木剑上张开，细细地打量着四周。怎么，你也能感觉出来？那双眼睛看了他一眼，继续保持沉默。